全新开幕牛排馆自助餐吃到饱，这次用餐只要点一份排餐，就可以享用大厨精心准备的多种现做料理。但是怎么现场却……大家好，我是阿刀，我们现在来到龟山这里了啦。然后在我身旁这边是初运牛排。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会来这边呢，我们首先感谢观众向我们分享的资讯啊。在林口龟山这里啊，有我们曾经分享过的吃到饱餐厅啊，或者是它对面的港塔啊，甚至说我们曾经介绍过牛丝牛排，对吧？可是牛丝牛排啊，它在近期啊，它离开了林口龟山这里了啦。但这家原地址啊，它现在又开了一家牛排馆吃到饱，你看到我不会想要来吃吃看吗？不过 OK 啦，那等一下我们一起体验看看它表现合适了吧 ？Go！我们有分2种价位，就是498跟598。然后498的部分，我们有分排餐跟拼拼的套餐。然后我们的披萨是手工自己擀的，不是用现成的冷冻的皮，所以吃起来也会比较不一样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。还有说你有看到现场环境吗？他今天现场啊，他给我感觉好像就跟过往的印象，好像是差不多的。可是今天让我有点傻眼的地方是啊。我们今天来的时间呢，是在它刚营业的第1周而已哦。但刚开场，总感觉好像现场有点门可罗雀的感觉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在地人可以帮我分享一下这是什么状况吗？来，各位啊，他今天有各种排餐呐，就是平常我们在外面吃排餐呐，也许都可以点得到的项目啊。只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啊，我们吃这种家庭式牛排馆啊，通常都是铁盘对吧？可是他这边用的啊。好像都是用这种陶瓷盘的，他今天这应该是走这种美式风格的了。但我们看到双拼的地方啊，它这边有牛啊，有鸡啊，还有海鲜等等的啊。可是我就觉得说，平常我们吃这种家庭式牛排馆啊，好像都会认为说他们的这种鸡料理啊，它的味道真的是让我们很向往、很喜欢啊。不然我们今天也来这边，就是点它的拼拼5香鸡腿排好了啦。还有今天这家餐厅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啊，我们这边点餐啊，最低就是498元啊，所以说以这个价格可以点个鸡腿排之外啊，我们还可以再选个第2主餐，我们就一次可以跟各位分享说，鸡还有牛的感觉是如何的。红酒酱汁 ，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点完主餐了，那在它上来之前呢，我们先去自助餐那的东西来吃吧。该不会它这个是辣鱼板吗？真的咱来食款来，炒高丽菜，看是啥款啊？快递现场有啥物啊？咱们就食啥物？还有清蒸鱼我们家有这个葱丝的这一块，看起来真棒。咱们讲这种主轴餐啊，一定要拿个卤猪脚的吧？还有一定要来一点开胃菜的吧？这是海蜇皮，
还有宜兰鸭嗓，哇，这感觉很适合拿来配一点什么东西耶。还有它这虾子啊，该不会是他们店家自己做出来的吧？哦，上面撒这个僵尸模样啊，就让它整体有秀色可餐的感觉啊。那它这现场饮料啊，感觉项目算是该有的都有了啦。雪碧、日式无糖绿、佩口茶。各位啊，我们刚餐点拿一拿啦，我们的主餐也刚好上桌了，我们吃起来吧。我们来试试看鸡腿排吧。香气十足的鸡腿排，它的外皮底下藏了满满脂肪。哦，我们在咀嚼这口感真的是好油哦。我们赶快配口茶。虽然它这鸡腿排味道，我觉得是好吃的风味啊，但我蛮好奇的，为什么它这个排餐底下啊有那么多的水啊？那我们沾红酒酱试试看吧。我这口有感受到油香鸡腿排风味之外啊，然后随之而来就是它这红酒酱所带来的淡淡红油香味啊，它让这个鸡腿排变得有层次感起来了。还有盘中啊，它还有加了一些碎鲑鱼跟节瓜吧，我们配着吃吃看吧。我们刚吃到这鸡腿排啊，我是觉得说它搭配这种有点酸爽的感觉啊，它没有想到很意外的还可以搭在一起耶。接下来吃吃看牛排，它带着微红的肉啊，它吃起来却有那么一点口感呢。不过口感部分就是见仁见智啊，有人就是比较喜欢这样子比较健康的感觉吧。我们这次吃中段一点来试试看。也许是刚刚吃到那块刚好带着比较丰富的筋吧，可是我们吃到中段的部分呢、啊，它口感呢、啊，它就相对软嫩许多了。那接下来沾红酒酱试试看吧。它这牛排中段口感啊，我觉得吃起来是舒服的哦。可是它这时候配上这种红酒香味的酱料啊，它整体吃起来有种如虎添翼的感觉。是好吃的哎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今天的排餐了啦，那我们来迎接我们的自助餐的部分吧。海蜇皮吃起来，它这海蜇皮啊，就是我们在台湾啊很常见的开胃小菜之一啊。感觉它这味道啊，很适合配那么一点这个啦。可是它今天现场虽然有提供啊，但是说他们都是额外贩售的，他们一罐要280元呢。但是我们今天刚好是开车来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好好享用它了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吃配饮料就好了。接下来吃宜兰鸭嗓。我们吃的这2道菜啊，它虽然都是凉拌小菜啊，可是它的味道啊，真的会让我们把手上这一杯黄色的东西想象成是美好的东西。我们来吃吃看这个鱼肉料理。它这个是我们平常吃桌菜啊，可以吃到那种清蒸鱼的风味耶。想不到牛排馆它可以做出那种餐厅的味道耶。我们来试试看炒海瓜子。看这海瓜子啊，我什么都不要讲，
它这吃起来口感啊，怎么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干呢？它这是炒太老了吗？那呢？反而是刚刚的鱼肉啊，我觉得是弄得很好，这个就有点。我们来试试看白虾。它这白虾应该是他们主厨自己料理出来的哦，它带着淡淡的酒味啊，打开就炸出耶。那你加各类菜。我刚吃到那口啊，我感受到满满虾米的味道哎，它这底下加了很多虾米哎，哦，这个吃起来是非常的香，很棒哎。哎，我们在台湾吃个自助餐吃到饱啊，有看到卤猪脚的话，一定要试试看的吧。刚刚软的离开哦，它吃起来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啊。可是说它的味道啊，我就觉得说就有一种偏比较咸的感觉啊。它没有平常我们可以吃到那种猪脚会有的那种甜蜜滋味啊。我觉得这点还蛮可惜的。那我们吃看这个炒年糕。它这道料理炒起来的味道啊，它比起我们往常在韩式餐厅可以吃到的感觉啊，它少了那股辣感，然后或者说你吃下去会有一种冲劲的感觉，是很温和的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第一回所有料理，那我们再去拿下一回料理来吃吧。我们来吃看这个鸡腿排，我再拿点洋葱，还有这应该是烧肉吧。最顶的脆皮烧肉，加一点酱汁。我们拿点蒸蛋来吃吧。我们拿个麻辣鸭血吃吃看吧。还有这里有关东煮，拿条藕链，也没面呢，没面啊。他们这边是自己手擀出来的披萨，可是刚突然人潮爆多啊，他什么东西都没了，所以我们就先拿这个吧，拿这个饼皮，然后配个包子。我们刚好遇到他披萨出炉了，哦，够看稀耶！等一下一定要最先吃这个。那我们这回合就拿个饭来配吧，因为他刚刚现场的面呢已经没了，没有办法煮。哦，为煮的卤肉饭。不好意思，这个面油等一下会补吗？我看我已经不知道要吃什么了，不然我们就拿点生菜沙拉来吃吧。野菜だよ。拿点玉米笋。抓出来，他们终于补面了。哦，那我们可以来煮个炸酱面或者辣猪面吗？我再稍微烫过去就好了，它这本身应该就是熟的了。来，我们拿个炸酱，还有辣猪酱，这样2种都吃得到了。那我们拿一碗意式蔬菜汤，看起来就很健康。那我们这回就喝个可乐吧，可以扣啦。各位啊，那我们这回这样子拿，应该也差不多了啦。我就觉得说他今天现场缺菜的状况啊，也许是因为他刚开始啊，所以还没有办法拿捏好他们出菜的频率啊。但是我觉得再过一阵子来吃啊，这体验感呢，应该会比较好哦。我们来吃这个橄榄披萨。对，这披萨让探球理解啊，它的cheese啊吃起来也是软泥的，可是啊，它这整体的味道哦，有一种很浓厚番茄糊的味道啊。
它这个应该是下的很重哦。我们来吃薄饼。它这种脆薄饼啊，感觉很适合沾点汤来配。这样子有味道多了。那来试看蒸笼点心。我们来试试看猪肉。我们吃到这块肉啊，我们同时也可以感受到3种口感呢，从瘦到肥，还有外皮啊，3种口感一次满足了。还有今天现场有鸡腿排，它这个是蜜汁鸡腿排，可是比起我们刚刚点到的那份排餐的腿排来看呢，它这两者有一种南辕北辙的感觉。刚刚排餐的经验很多啊，它这个就那我们吃到这边呢，我们吃一点生菜沙拉，均衡一下吧。感觉我们刚刚酱应该是加的太少了，所以它这吃起来是非常的菜啊。不过 OK 啦。Nasi不 OK。那我们来试试看韩式炸酱面。它这个很像我从韩国买回来的炸酱泡面的那个味道哦。它这真的是韩式风味的。那我们来吃吃看辣味的吧。它这反而吃起来就只有一股咸，还有酸而已啊。可是我们咀嚼啊，我会觉得说它的辣味啊，慢慢的这种嘴巴也出来啊。哦，它这个是挺辣的哦。我们来试试看蒸蛋。它是蒸蛋旁边点缀些许海瓜子啊，可是它整体吃起来却有一种浓厚的家常味啊。我们来吃鸭血。哇！我们刚刚吃面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口味已经被我们弄得很重了哦。可是吃到这个鸭血啊，我刚咬下去，有一股很咸的汤汁喷出来。刚才讲了藕链。那讲肉霸崩，他们这个风味啊，是我们在北部可以常吃到偏咸的味道啊。可是它这边加的满的肥肉啊，这种油到爆炸的口感啊，配上它这个比较偏干的饭是刚刚好的，它刚好滋润这个饭呢。可是吃到这边呢，我会觉得说他们煮饭的程序啊，也许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吧。
它这个饭呢、它吃起来感觉干扁干扁的，他们是煮太久了还是水放不够啊？有点。我们再喝这个蔬菜汤，哇，我会觉得说吃到最后再喝到这个汤啊，我们味觉啊有一种被重新洗牌的感觉啊。哇，好清爽哦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这回所有料理，那等一下我们去哪间点心会来吃，应该也差不多了啦。哇，到最后它的点心啊，感觉也是被扫空了哎，哇塞！不要紧啊，它的 QQ 的嘛差不多啊，都倒灰啦，我靠，要加倒灰。我们拿点水果来吃。还有我们很少可以吃到这品牌冰淇淋啊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很年而已，你看这细致。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正常一点了。各位啊，那我们甜点吃起来吧，水果吃起来。哇，酸酸的，很清爽哎。再来加倒灰。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其他吃到饱吃到这个颜色冰淇淋啊，它应该是叫做摇滚西瓜吧。你不要看它是这个颜色哦，可是它吃起来却只有一股奶油糖的味道而已啊。蛋糕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所有东西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，吃到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先来到外面了。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吃初运牛排的想法吧。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一个人呢，我们的用餐费用是548元。以这个价格啊，你觉得我们整体体验下来感觉是如何呢？我觉得说我们是在他刚开始营运没有多久过来这边用餐啊，所以说我们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啊，这些过程什么的都是蛮合情合理的啊。因为毕竟现在真的是餐饮很难做啦，有时候刚开始有一点问题啊，我们就多一点体谅啊。在菜色丰富度啊，它可能会略逊于近期雨后春笋成长班的那些连锁品牌啊。但我是觉得说比较值得讨论的地方是啊，它今天用餐的点餐方式如果你是小孩或是老人啊，你们有专属的价格可以吃它的自助餐吃到饱。可是像是我们一般成人的话我们就是要点它最基本那个498元排餐起跳的啦。可是我们今天点的它算是给我们双拼啊。但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今天来啊，你要点双拼的话，你还会想要吃吗？也欢迎留言跟各位分享你的想法啦。也许今天餐厅的策略啊，就是想要用双拼的方式啊，去拉低你最低的消费金额啊。可是对于小鸟胃来说，也许你吃完这个双拼啊，你可能就人也去一半了吧。孩子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但如果问我说今天我们再回来这边用餐的话，我 OK 吗？各位当然 OK 啊。我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来这边用餐的时候啊，他们刚好是餐厅刚开始起步没有多久，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跌跌撞撞的状况出现。这也许可以再多多讨论啊。但说他今天所带给我的那些口味来说，它真的也是好吃的口味啦。可是如果你现在就想要来这边用餐的话，我的建议是小蛋鸡嘞哦，你先调讲啦。
我觉得说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些状况啊，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啊，它的改变啊，不会到那么的明显啊。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来这边用餐的话，可能再稍微等一下，可能等到他们真正稳定过后再来这边用餐啊，到时候体验感应该会更好啦。还有，如果你今天想要来这边用餐的话，你是开车或骑车的话，这边停车都是很方便的。如果说停机车的话，它这边沿线到处都是机车停车格啦。可是如果你是要停汽车的话，它在餐厅旁边就有个收费停车场，甚至说它在外面大路口，它沿线啊都有收费的停车格啊。而且我们今天平日来1个小时30块钱，这个价格是十分的得意啊，好不好？哪各位看这边有所推荐的餐厅，欢迎留告诉我。看到这不啦？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会将频道的超感谢支持我们喽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